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10种罕见的成功者手相纹，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一个人跟钱财究竟有没有缘分，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生辰八字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掌纹中看出来。因为掌中有明月，那些看似沟壑丛生的纹路，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是否能大富大贵，有没有成功运。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拥有着10种罕见纹路的人，必定是人中龙凤，将来贵不可言。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这些手纹。1. 成功纹，在大拇指的下面，手腕上方有横线，这类型的人非常有能力，很多事业成功的人士都有这种线纹。据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这条线，当时就被认为有领导能力。如果找对象遇到这种手纹的，可要抓紧了，因为他们不仅能力强，而且还很有责任心。2. 凤眼纹，凤眼纹又称夫子眼，出现在大拇指的第一指节上，在拇指有一个完整的圆圈，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如果说这个圆圈圈有开口的就不算。一般情况下，手指关节有刺眼者，代表该人有疏缘，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古代人认为有手像孔子眼的人必是文曲星下凡，有状元之名。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青年时婚姻幸福，事业有成。3. 环绕纹，在大拇指的尾部出现环绕纹，也叫做家族戒指线。当你的手上出现了这条线，代表你的整个家族都会蒸蒸日上，可能是由你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家族。此外，如果女性拇指上有凤眼，下带家族戒指线，则为锦上添花，一生荣耀。婚前有长辈呵护，婚后有丈夫疼爱。4. 十字纹，拥有十字纹的人通常直觉都十分敏锐，很能看懂别人的心思，特别适合从事心理咨询相关的行业。此外，他们的灵感也十分丰富，创造力也很强。5. 鱼纹，所谓鱼纹，其实跟它的名字一样，是在大拇指下方有像鱼一样的纹路。这种纹路并非天生就有，是后天长出来的，所以也非常罕见。当这条线出现时，预示着你的好运就要来临了。6. 幽默纹，在感情线的最后方出现形的纹就是幽默纹，代表这个人很有幽默细胞。拥有这种纹越多的人，证明他们的幽默感越强，如果和他们交朋友，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很快乐且欢笑不断。可以看看身边的开心果手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路哦。7. 贵人纹，贵人纹也叫宠爱线，即在生命线上出现3条开叉的线，意味着贵人运很旺盛。拥有这3条线的人，一生都有贵人扶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贵人相助，能够化险为夷。8. 目标纹，目标纹也称希望线、努力线，是在食指下方竖直的一条线，拥有这条线的人会有远大的抱负和野心，并会为之付出努力。反之，如果目标纹过多，就会未来的人生目标充满迷茫，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安稳，有种无所适从的无助感。9. 2条智慧线，大多数人手上都有智慧线，一般来说，手上的智慧线只有1条，可能会出现分叉、断开、过长、过短的情况，但也有少数人手上有2条非常明显的智慧线。有2条智慧线的人，其人智慧超群，事业双线发展，而且会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赋。如果为男性可得异性助力而创业，此人大多能享其人之福；女性则为女强人，婚姻欠美满。10. 明星纹，这是最罕见的纹路。拥有明星纹的人，运势不是一般的好，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不管想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心顺意，财运亨通。最后我要说的是，掌纹好不好并不是你事业发展、婚姻感情、身体健康、财富聚集等的绝对因素。因为如果说人的命是天注定，那么也仅仅是说对你的影响，你的祖辈对你的影响较大而已。命运并非天定，风水影响成败。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天的命理不是太好的话，也没关系，还在后天的风水布局，在于你的理气，在于你是否能藏风得水。我们不能光看掌纹的运势，而忽略了本身的努力，没有比别人加倍的努力与奋斗，哪有未来的成功？性格决定命运，正心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第2，十指旋螺，荣贵旁逸是什么意思？老祖宗的识人术准不准？在传统文化中，识人术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智慧之一。老祖
宗在识人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孟子就曾经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不能掩其恶，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眼睛中就能够判断这个人善恶。古往今来，人们为了识人，做出了很多种尝试，比如说从人们的外貌来识人，从人们的手中的纹路来识人等等，这些都是老祖宗对生活的总结。但是人们这种通过外在的表征来识人的方式，总归是有点片面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也简单，意思就是说，食指上的掌纹如果是呈螺旋状的，那么就预示着这个人会有不错的物质生活。如果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么你一定听过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坐着走，九斗十斗享清福的说法。民间由于各地风俗不一，所以这句话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一斗好，二斗宝，三斗四斗割马草，七斗八斗买地盖楼，十斗全点状元。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中的炫罗其实活斗是一个意思。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十指软绵绵，清闲福自天的说法，意思自然，就是说软绵绵的食指预示着生活富贵，反而那些手掌干枯的人，物质生活则会很贫乏。老祖宗这样的识人之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但也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真正的识人之法却不仅限于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判断预测，真正的识人之法除了要察其色，还要观其行。简单的以貌取人，往往会被别人的表现所欺骗。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老祖宗的识人术除了要观其外在，还要考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识人是静态的，如果仅仅从一个人的外在识人，往往会有失偏颇，但如果结合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再来识人，那就比较全面了。古人常说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难以让人们琢磨透，因为这样的人往往话不多，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被人看出他们的想法。但这样的人通常也一定是比较成功的人。老祖宗会通过一些言语的试探，然后通过一个人的表现，以此来识人。比如说用言语刁难，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应变能力，比如可以托付一个人一些事情，以此来判别他是不是可以信任等等。老祖宗的识人之法大多数都是静态的，就是说大多数都是以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识人，而这种识人之法往往会趋于片面，对于真正认识一个人会存在偏颇。但如果静态的识人之法配合上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上识人的动态识人之法，我们得到的结果或许要立体很多。第三，手有锡桂纹，定是有钱人的发大财。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通过手相算命，你不仅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一、生命线清晰伸长的手相长寿。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不用担心太多的。其实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不容易生病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的，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寿命真的很长的，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二、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算命先生说，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一，形体，手后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掌，干事有方案，节状稳重，属于官运之长相。掌薄掌长指短，即使其他文献再好，也无官之相。掌后背圆，一世好风光。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
掌心长辈都肉多，摸起来温暖和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后是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第二，符号，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生平不借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较着，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小指财运线较着，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三，纹理和符号均配。以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玉主纹清除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字纹，骨相疏言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之说。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样平常呈如今掌秋或掌心时，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外财或不测之财。二，玉柱纹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命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且率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护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四，手相中纹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由于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种就是掌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掌色苍白不劫钱，不入寿，三宫高凸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事业有成，钱财充足。第二，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非冲天富豪命。一，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二，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三，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四，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五，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妇，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六，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七，三财纹。玉管照神局，三财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变无情。天文感情线，人文智慧线，地文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三财。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财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财纹俗称川字掌，另有男人川掌事业顺，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10，三风纹。
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三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三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三处了。11. 六秀纹，首相歌诀，六秀入掌中，处事好心胸，平人成大富，谋之禄未丰。六秀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六合纹、一禄纹。如果在六秀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秀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12. 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堂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夫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13. 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现无名指，一路分开三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纹实禄人。这三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14.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富贵荣华。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加。涉世少年人的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的财运，手相中富贵的吉祥符号较多，一般吉利符号加大运势的增强，锦上添花。相书中一种富贵符号宝船纹又称为元宝纹。古有手有宝船，满载珠宝之说，可见宝船纹的作用非同小可。宝船纹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四个角不漏，属于财库，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宝船纹是有2条或者3条主线感情、智慧、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宝船图形。一般情况，金元纹宝上宽下窄，犹如梯形、船形、盆形之状，元宝形状越大，则财产就越多。1982年生肖女士手相运势：第一，手大四指并收而聚拢，指爪有收，皮白肉细，一生富足之人。第二，手中宝船纹又大又封闭，并且事业线拖着宝船前行，一生运势旺盛，事业猛进，财运不断。实际福主从25岁开始自行投资，目前有上千万资产。第三，感情线深长，结婚线2条相对平衡，婚后夫妻和睦，子女双全。手相中元宝纹的出现，加大了运势的增强，犹如锦上添花。宝船纹的出现必须要有深长的事业线配合，才能富贵有望。如果一个单纯的宝船纹，没有富贵不会太大，甚至无富贵之象。第二，手有一纹，富贵自成。手掌象征富贵与荣华的三奇纹你有吗？手相主要就是看个人手掌中所拥有的那些特殊线纹，例如人们比较熟悉的生命线、智慧线以及感情线这3大主要线纹，以及婚姻线、事业线等特殊线纹。这些手掌线纹所拥有的外形特征有着不同的含义象征。那么手掌中的三奇纹就是哪种特殊的线纹呢？一、特殊的线纹。所谓三奇纹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吉运、好运的线纹。
这种线纹并非单指某条线纹，和川字纹一样是由多条线纹组合而成。常见的三奇纹有2种，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被称之为三奇纹。2. 三奇纹的特点。之所以称之为三奇纹，不仅仅是指纹理拥有3条线纹分支，更重要的是这首香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贵人以及富贵。也就是说，拥有三奇纹的人能够在婚姻、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他们能够在生活中遇到适合自己的恋爱对象，并且和对方有着一段美满幸福的恋情。结婚之后更是感情稳定，生活幸福。其次，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从而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获得贵人相助，使得即使自身缺乏出色的工作才能，也同样可以取得事业成功，更是能够在面临危机时化险为夷。最后就是偏财运出色，容易获得意外之财，一生都不需要为了金钱而发愁。由此可见，这样一种特殊线纹所拥有的含义是多么的出色。3. 拥有三奇纹的人。三奇纹这一手相特征确实能够体现出其人所具有的运势特点，但线纹本身也可以表现出命主的性格非常好。因为如果只是具备出色的运势而没有良好性格的话，那么也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好运从自己手中溜走。一般来说，拥有三奇纹手相的人性格认真且看重原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的底线，他们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坚持，也能够将感情放在第一位。第3，三金在手，必富有的发大财手。1. 贵人纹。贵人纹又叫火星纹或第二生命线，一般贵人纹清晰之人都会有贵人相助，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新朋友也会容易信任你，与你合作，带给你转机。手掌有肉代表有福，也就是我们说的有靠山。2. 阴质线下积功德，前有贵人，后有靠山。阴质线不仅仅脸上有，手上也有。手上的阴质线位置与贵人纹一样，也可以说是贵人纹的一种强势的变化。当贵人纹有3条，十分清晰的时候就成了阴质线，也叫三金线。手相阴质线说明你前世积下很多功德，那些上一世受恩于你的人，今世会来报恩，因此今生你会很有贵人缘。即便是刚刚认识的朋友，也会莫名其妙的信任你，为你赴汤蹈火。手相阴质线之人是最典型的前有贵人，后有靠山的有福之人。3. 钱财纹多。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大富大贵。4. 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5.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意味着财运事业基础好，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7. 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俗称金棍，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8. 通天手纹。位于月球较外缘的垂直线为标准的通天纹，有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性、心理感应性，非常富有幻想色彩，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晓，又称通天纹。其人常常额中纵列一竖线，自眉心上方直至额际，及额上的通天纹也是天目的学区的显露。有这种线的人会自觉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潜心神秘事物研究，必有大成。双手都有通天纹的，前世必是大善之人，今生头顶有灵光，一生有神灵庇佑，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一生财运不断。有此纹的人一生不缺钱，一般有通天纹的人双手都会有，此人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还会给别人带来好运财运，一生大成大富。
第四，案例分析，虎虎生风的首相，根基深厚之人必是富贵相。第一个，金星丘尤其的饱满开阔，体质佳，精力充沛，根基深厚，只是中指土星有些杂乱，中指代表自身，土星丘代表责任感，此处杂文多，代表自信心不强，面对困难有些易逃避，有利有弊，利在会审时度势，避其锋芒，弊端在易形成习惯，自身才能易被埋没，潜力难挖掘。十指巽宫财位倒是饱满，伴有井字纹，财运如井水，源源不绝。财虽一般，但有稳定的钱财入账。从这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本质有保障，稳定少起伏。掌心明堂凹陷，能存财守财。纹路看有穿掌的格局，但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有些粘贴，独立能力强，但是对父母有心怀感恩，成家立业后会颁布父母。不过穿掌人格局还是有，敢闯敢干。事业线也有一马平川的格局，加上金星丘饱满，穿掌和金星丘一定要配合得当，所以是非常不错的穿掌格局。感情线深刻，重情感性，人缘不错，从太阳线也可看出。不过重情之人，情路易动荡，容易陷入情网。脑线和情线见十字纹，年纪越大越相信玄学佛系，晚年易和佛家道家结缘。第二个，偏身自恋，身自恋，上下弱，中间强，面骨还算厚重饱满，运势不弱，只是额头稍浅稍尖，早运一般，难得祖荫庇护，父母甚至有些重男轻女。颧骨强眉骨弱，全压眉，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说明早年家庭环境不好，父母甚至有嫌隙和分离之苦。不过没能不散，上扬有气势，比高隆，自身独立要强，甚至有些过于要强，其实内心稍有些自卑，这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眼大六白，但是黑白分明，防范意识很强，有些容易吓跑姻缘和贵人，一旦深交，自己会投入很深，容易被烂桃花侵扰。田宅宫见眉毛侵扰，靠山不稳，难入大公司做靠山。不过鼻高隆起势，厚重饱满，中年财运旺，夫运足，加颧骨凸，鼻权的配，中年能起运。不过鼻梁起结，颧骨凸，在婚姻中有些强势，偏敏感，缺乏安全感，容易让对方感受压力。建议调手相学便作为一种神秘的学问，流传于民间。人们常常通过观察手掌上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命运、性格和未来。最近有一位网友展示了其独特的手纹，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位朋友的手中竟然有霸王纹。要说富贵的手相有很多种，而这其中万中无一，富贵荣耀无人可挡的就是霸王线。那么霸王纹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特征？有此纹路者会有哪些好事发生呢？掌天霸王纹，权倾天下事如金，富贵荣华财满门。霸王纹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象征权势与富贵的纹路。在手相学中，它指的是命运线、金运线以及财运线三线合一，形成强大的纹路。这种纹路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吉祥的，预示着一个人在事业、财运和名望方面都将有不俗的表现。一句话，有钱有势有权，霸王纹在手，当真是要啥有啥。不过拥有霸王纹的你，不用辅佐别人，你就是世界的中心，想做什么就做，想怎么干就干。你就是天生的领导型人格，有影响力，有统帅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真正的霸王纹并不常见，大多数人的手相中可能只能看到霸王纹的影子。有的人这三条线并未完全连接在一起，也有的人金运线和财运线没有掌过感情线。即便如此，这样的纹路也可能使一个人的财运、事业和名气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在生活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左手没有，你看看你的右手有没有，只要有一只手有，你就是万中无一的那个人。这种纹路的出现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经历密切相关。拥有霸王纹的人通常对金钱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拥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他们擅长于发现商机，抓住机遇，往往能够在商场上独辟蹊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不畏艰难困苦。他们勇于冒险，果断行事，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除了对财富的渴望外，拥有霸王纹的人还具备着强势、果断和野心勃勃的个性。他们不满足于平庸，不停歇于现状，总是奋力向前，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这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在事业的道路上永不止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和成就。因此霸王纹的出现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标志，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它象征着拥有者在商场上的强大潜能和领导才能，预示着他们将会成为商业世界的霸主，引领着时代的潮流。除了霸王纹之外，还有很多罕见的手纹，就比如说爪子纹。下面就列举一些十分罕见的手纹。1. 爪子纹。当感情线下垂，搭上智慧线与生命线，形成3线同源的手相格局，形状就像一个爪子，这就称为爪子掌。这样的爪子掌可谓是万中无一，极其罕见，因此对于这种手相的研究一直很少，使之变得神秘莫测。一般认为，爪子掌之人十分重情义，天生乐善好施，以助人为己任，事事替人着想，可谓是神仙一般的人物。2. 不动产纹。什么是不动产线？指的是一条连接事业线和太阳线的横线。如果手上出现了不动产手纹，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预兆。通常这种手相的人有很大可能得到不动产。如果这条线在手掌下方出现，得到的时间会比较早。这种通常是祖辈庇佑，或许早年平平，但是忽然之间就靠祖业家中长辈遗留的财物发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创业初期需要资金时，忽然会有长辈家人或是贵人投入大量资金，并且势如破竹般快速在事业上顺风顺水发家致富。其次，它还暗示着拥有者可能会在房地产领域或其他投资方面取得成功，积累大量的财富和资产。这种手纹的出现常常被视为一个人财运亨通的象征，预示着他们将会拥有舒适富裕的生活，并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安逸。因此，不动产手纹的出现被视为一种幸运和吉祥的迹象，为拥有者带来了未来财富和物质上的丰盛和稳定。3. 断掌。断掌纹属罕见且吉祥，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拥有断掌纹的男性大多数都能在事业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功成名就。他们往往能够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中脱颖而出，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断掌纹的出现预示着拥有者在福禄、财运、金钱和财富方面将会有着极好的运势。他们往往能够获得意外的财富和收入，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舒适。这种手相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在未来将会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因此，拥有断掌纹的男性往往被认为是命中注定会有一番作为的人。他们具备着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商业头脑，在事业的道路上势必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这种手相的出现被视为是一种幸运的预兆，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和成功。4. 诙谐线。爱情线尾部折线型的线就是诙谐线，具有这条线的人越多，诙谐感越强。如果和这条线多的人做朋友，日子中笑声不断哟，让你在尽力之外结合命运得失。吉凶往往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手中财库多。手中财库多是一种相当吉祥的手相特征，拥有这一特征的人通常能够将钱财妥善存放，不会轻易挥霍，懂得如何节俭和理财。他们具备着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能够理性的处理金钱，将其有效的积累和保存下来。手中财库多的人往往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将资金投入到有利可图的项目中。他们不会轻易浪费金钱，而是会将其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因此，他们往往能够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安逸。手中财库多的特征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富和事业上获得成功和收获。他们能够理智地管理自己的财富，不会因为金钱而迷失方向，而是能够以稳健的步伐走向成功之路。因此，拥有这一手相特征的人往往能够过上富贵吉祥的人生。6.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细缝。这种手相被归类为旺运型富贵手相，具有许多令人艳羡的特征。拥有这一手相的人通常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束缚，他们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愿受限于传统规范或固定模式。然而，他们并不是一味放任自己，相反，他们思考细密，慎重考虑，并以勤劳、努力为座右铭。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因此，他们注定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出人头地，取得辉煌的成就。随着个人成就的不断提升，财富自然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手相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事业和财富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和回报。
他们拥有着突出的领导才能和商业头脑，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赢得人生的胜利。7.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位于手掌中指与食指之间的位置，被认为是与财运和吉祥相关的重要手相部位。如果太阳丘饱满而凸起，通常被解读为未来日子顺风顺水，能够享受到大富大贵的生活。太阳丘饱满的手相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富和事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和收获。他们往往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重要的成就，获得丰厚的报酬和回报。这种手相反映了拥有者的富有潜力和追求成功的决心，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勤劳和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8. 手掌厚实有肉感。手掌厚实代表着这些人群能拥有一个较好的财运基础，这些人勤恳踏实，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默默努力，努力加上天生财运，是很容易大富大贵的。9. 钱财手纹。手中有特别多的钱财纹，就意味着命中的钱财、财富、金钱特别多，有这种手纹的人天生的财运就好，注定大富大贵的手相。钱财纹的出现通常象征着拥有者在财富和金钱方面将会有着极佳的运势，他们往往能够轻松获得意外的财富和收入，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舒适。这种手相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务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和回报，拥有丰厚的财富和资产。10. 财运线又深又直。这里指的是小指根部下面有竖线为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看了上述的介绍，想必不少人都开始纷纷举起手掌，仔细端详起来了吧？不过还是那句话，纵使老天给了你不错的手相，但是你也得有相匹配的能力、毅力等要素支撑，否则光凭天赋是不可能发财致富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大佬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双手三角纹，穷不过5。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案例，这位女士1987年生肖兔，四指聚拢，中指与无名指开端缝隙明显，四指中端褶皱比较明显，一般代表早运艰辛，起伏波折，早不逾前。好在龙长虎短，衣食无亏，经过不断打拼，水到渠成，丰足衣食。右手天纹尾端分支与地纹和人纹相交，趋于一点，形成类似的爪字纹。这种手纹一般任劳任怨，持家之道明显，玉柱纹相对清晰，由掌根底部延伸，穿过人纹和天纹，到达中指根部。一般先苦后甜之象，进入30岁以后，事业财运会更进一步。掌内生命线与智慧线以及玉柱纹组合而成一个封闭的三角纹，三角纹出现在这个部位，一生钱财不断，衣食无亏。古有手有三角，穷不过5之说，意思是说三角纹出现在手上，富贵有望，一生钱财不断，待到25岁或者35岁左右容易发富发贵。感情线深长，底端有些分支，代表婚姻上30岁之前容易分歧，夫妻之间是非多，30岁以后情感会逐步稳定。智慧线短并且稍有分支，学业不佳，并且注意脑疲劳，实际附主17岁下学。最近几年老是出现偏头疼的现象，长色红润，一生不断钱财，运势上升之象。地纹明显分叉，一般不利母或者母亲身体不好。结婚线2条长短不一，并且有分叉现象，代表婚后夫妻之间意见分歧大，实际夫妻结婚时有争吵，目前2女1子，但是进入32岁后不会有太大分歧。左手三角纹明显，玉柱纹穿过人纹和地纹2线，先苦后甜，步步登高之象。手相中三角纹由生命线和智慧线与玉柱纹或者其他纹理组成的三角形图案。此纹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管理能力，金钱运相对不错，运势强盛，非一般常人能比。素有手有三角，富到99之说。2. 大富大贵坎鱼纹手相代表着什么？很多人对手相这一方面只是一知半解。鱼纹指的是2个交叉排列的纹路，形态类似爻字，速成的坎宫位于人的手掌靠近手腕的部位，那么坎鱼纹自然就是手腕处的爻形纹路。很多人说坎鱼纹意味着大富大贵，究竟是不是这样？1. 什么样手相才能算得上是坎鱼纹？鱼纹就是类似爻的纹，坎鱼纹就是在手掌坎宫及手掌靠近手腕的位置有鱼纹。有这样手纹的人多有田产，而且能找到对自己有帮助的另一半，家庭能美满幸福，子女多有出息，
并且自己多能在婚后事业蒸蒸日上，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财运等会主动找到自己。古语云：文理如鱼坎未藏，妻饶相授福田庄。因何子授官颁爵，赖的乾宫井字纹。在坎位有如同玉一样纹理的手纹，多能在事业或家庭上获得妻子的帮助，家庭美满，事业顺心，并且子女多能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或学有所成，主要是因为乾宫有井字纹。二、坎鱼纹的手相代表着什么？坎鱼纹实际上说白了，便是手里坎宫场所生长发育出的鱼形纹理。在相学中，此类掌纹特点的寓意便是身主博学多才，工作能力挑求，并且贵人运还十分昌顺，因此在其一生的发展趋势全过程中可谓是万事顺遂，一帆风顺，并且在其完婚以后还会继续进一步催旺爱人的人生道路运程，进而使之家庭美满，日常生活富裕，可谓是典型性的荣华富贵之相。这样的手相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手相，但是在顺利发展的人生路上还是要小心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哪些与坎鱼纹一样的富贵手相？一、美禄纹。美禄纹状似女字形，一般生在中宫、对宫、坤宫、艮宫占多数。在相学中，此类纹理掌管的便是身主的人际交往运程及其贵人运势，因此生有美禄纹的人到其一生的发展趋势全过程中通常都是会拥有众多贵人指点迷津，进而使之一生朋友诸多，福泽深厚，并且在其晚年时其还会继续慢慢长出高寿之相，从而促进其日常生活更为美满幸福。二、宝镜纹。宝镜纹状似圆卷如宝镜，握在手掌心当中，在相学中是同应权威性的代表。此类纹理生长发育在八荒对三宫主五官全职，别的宫为内情，因此实际运程怎样还是理应依据身主的本身具体情况做深入分析。但是总体来说，此类手相纹路实际上便是荣华富贵的代表，不管从文还是从武，身主都是会已有一番乾坤。三、算命先生说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一，形体，手后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掌干事，有方案节状稳重，属于官运之长相。掌薄掌长指短，即使其他文现在好也无关之相。掌后背圆，一世好风光，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掌心掌背都肉多，摸起来温暖和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第二，符号，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生平不劫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较着，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小指财运线较着，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三，纹理和符号均配，以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玉柱纹清楚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字纹，古相书言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之说。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样平常诚如今掌秋或掌心时，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无碍财或不测之财。二、玉柱纹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命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且率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护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四，手相中纹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由于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种就是长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福的浸染。长色苍白不劫钱，不入受三宫高凸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事业有成，钱财充足。四、非常罕见的5种奇人手相，10年难得一见，亦是一辈冲天富豪。命一、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
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2. 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 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 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5. 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妇，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今天我们来讲讲手相田字纹在手，一生不断钱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这位女士1987年生肖土，4指聚拢，食指与中指缝漏明显，一般容易是非多，容易漏财，并且容易招小人，掌面掌骨突出，做事比较干脆利索。右手玉柱纹清晰明了，但是曲折并且出现横切线，事业上容易好事多磨，早不聚财。看其事业运在32岁可以更进一层，中晚运会有明显起色，早运不利投资。生命线上出现明显的希望纹，事业目标明确，并且逢凶化吉之象。巽宫田字纹一般衣食无亏，一生不断钱财，感情线深长，并且没有杂纹，婚姻相对稳定。结婚线2条长短不一，并且有分叉现象，一般夫妻之间容易分歧，多加注意沟通交流。左手川字纹明显，玉柱纹断续明显，一般早运在事业上付出大会报效，难以起色。田字纹位于巽宫掌丘最好，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田字纹在手，车房不用愁，注定一生好运吉利又富贵。当然也要搭配好的手相，根底才能产阳尽染的。如果好的纹理再搭配巽宫田字纹，此生必定多车房，是大富大贵之人。田字纹出现掌心位置，经商能力很强，可以获得很多财富。手相中出现田字纹一般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因此而发财致富，田园广阔。古有田纹在手，田宅无边之说。田字纹一般在掌丘巽宫或者3大主线附近最好。田字纹出现掌心位置，经商能力很强，可以获得很多财富。第二，掌中三财纹，最盼一纹冲是何意？三财纹有哪些说法？掌纹是古代手相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古人认为掌中的纹路是一个人的命运之道，从各种不同的掌纹中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命运富贵前程后世。宋代的麻衣相法全编论掌纹有云：手中有纹者，意象目之有理，目之纹美者，谓之寿财；手之有美纹者，乃贵之也。故手不可无纹，有纹者上相，无纹者下相。纹深而细者吉，纹粗而浅者贱。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人就是通过手掌纹路的分布走向来判断出人的命运格局。古代关于掌纹的相术记载，玉管赵神举记载的更为全面。这本书里面一共记载了72种不同的掌纹，称之为掌法贵贱72格。古人说的三才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就出自于这本书。何为三才纹？三字经有言：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天地人。在手相学中，三才纹即天纹、地纹、人纹，分别对应的是感情线、生命线、智慧线。古代相学家认为，三才纹是人的3大主纹，掌管手中三才，
有此纹者，手指与手掌长度一般无二，掌心3条纹，路既深又长，清晰可见，且没有任何杂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汉字的川，因此三才纹又有川字掌的说法。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叫男人川掌事业顺，女人川掌财不多，都是极好的寓意。在神香全编中对三才纹有更系统的解释。三才纹乃掌中3大纹，人人有之，乃在母胎受气形成，情长眼耳成，十分辛苦。自上至下，第一纹居火，为天纹，主根基；第二纹居土，为地纹，主财路；第三纹居明堂，为人纹，主福德。天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情线，古人认为若是这条线红润深邃的话，则命格富贵，祖上基业稳固，事业上可得父辈之人的帮助，自身财运有加；反之则父辈身体欠佳，财运一般。人纹就是一个人智慧、事业能力的体现，古人认为这个纹路是大多数人都有的纹路，且与天纹相连，代表人的正常思维能力。地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命线，当古人看到地纹色泽红润、粗细均匀的时候，通常被视为母亲身体康健、自身福星高照的象征。所以在古人看来，这条线代表的就是母亲和自身的寿命以及自己的福运。古人认为三才纹缺一不可，主人之寿命与财气。所谓一纹冲破变无情，则是说凡有一条纹路断开或者有杂纹冲破，这些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过无常经中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命由心造，不自我照。实际上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掌纹确实能够反映人体的境况，但以此来预测人的一生却毫无科学根据，所以无需泥足深陷耽误前程。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便能自然得到更多福报。第三，6种越老越有钱的手相，儿富女贵，老年必定发达。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痘。拇指、无名指有痘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的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十字纹，在手相当中，若是一个人的食指下方的位置处长有十字纹，则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个人的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必定会成为佼佼者。而且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做事有原则，个人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处处都会拥有极高的发展，所以大多数的情况，这样的人不差钱，自己也不愁钱，日子只会越过越富有。6. 玉柱纹，在相学当中，手心拥有2条事业线，就会被称之为玉柱纹，而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下面，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下面，是晚年得运的一种手相。而一般的情况下，拥有这样手纹的人，年纪轻轻的时候目标性不强，容
容易一事无成。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变得清晰，并能为之奋斗，中年会因为碰到机遇而成功。这种首相越是到晚年，好运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又孝顺，晚年福禄皆沾。总的来说，首相报讣文在传统的首相学中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指标，但它并不能成为推测未来和实现成功的唯一依据。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能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第四，手带财印，钱财无尽的发大财首相，看看你的手有没有。一、双事业线的人，正财运和偏财运都可以。主营业务中断较多，说明个人的正常工作不稳定，波动较大，或工作变动转行较多。偏财的事业线是直线上升的接近地面的线，偏财财运往股票基金、证券、期货、保险或灰色收入。二、串字长，两条智慧线，拥有两条智慧线的人，兴趣广泛，学习能力强，缺点是容易急躁和厌烦。事业线清晰，工作能力强，也有创业运。虽然我的大部分活动都是我不擅长或不感兴趣的工作，但我常常可以被放在更好的位置。三、感情线比较清晰，但是有干扰线，感情比较早，但是感情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他在36岁左右特别容易出问题。家庭的另一半也可以以事业为导向，最好照顾好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否则他们很容易成双帮的忙。让我们来讲讲手有金三旗，富贵无敌的发大财首相。一、掌中有三旗。所谓的三旗，就是指手掌上的巽离坤这3个部位隆起饱满，则代表的是聚财相。个人的手里抓财的本事强，有自己理想的处事方法，命中多显贵，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得到贵人的帮助与提拔。而且这样的人，尤其是在经商方面的成就会非常的高，个个都是福气相，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二、掌色红润，巽宫高凸，财运纹明显，明堂低洼，财运稳定，钱财不断。手掌指配合，龙虎相配，指爪有收表示做事有分寸，四指无漏表示处事紧密，一丝不苟，贤妻良母。食指与无名指几乎等长，小指袖长，一生事业有成，钱财不断。三、男士首相不错，会有大前途。首先，你的手掌厚实而有力，三线伸长，根基深厚，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N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越老越有本事，财运越大。事业线与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三角纹，财运加强，富贵有望。四、女人的感情线上瞧，也是婚姻很不错的情况。这位女士生命力旺盛，运势跟积极佳，婚后必然衣食无忧，夫妻感情深厚，并且孩子聪明听话，生活会很幸福。第二，注意手相中极少见的富贵纹，同时出现这3种注定一生富贵。看手时明，手上的珍稀花纹和39同时丰富。人生总是跌宕起伏，痛苦快乐，人生的运气有时难以捉摸，人的命运也很难把握。怎么知道有没有财富、婚姻状况或财富，这些也可以手工挑选。从你的手掌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属于上流社会。手掌上罕见的图案也很罕见，如果这3个特征同时出现，那就有9个财富，你有吗？在一个人的掌纹中，许多特征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除了3条主线之外，细分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出现在你手掌上的线条可能会有重要的含义，它可能给你一些有用的信息，也可能增加你的财富，或者它可能是你身体的一个重要变化，导致你手掌的变化。透过这些线条可以看到1、2个在你的手掌中有一些能带来财富的手部特征。这3个是最好是合2为1。掌心的太阳线也是一条著名的成功线，代表地位、名望、成功和财富。只要太阳线的方向是在无名指的方向上，无论起点在哪里，都是本相的特征。这条线也很长，这些人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地位和金钱通常是有联系的，所以这样的人财富是相当不错的。现实生活的模式出现在掌心，不可移动的模式是一条连接太阳能线和商业线的水平线。有这种特点的人通常都有房地产。水平线出现在底部下方，说明时间会更早，这些一般都是祖先的庇护所，很有可能祖先留下的一些宝藏突然成了家。还有做生意的时间，前期很可能得到长辈家或贵族的帮助，事业也会顺利，财富自然是极好的。在你的掌心有一个方形庭院，
这是一个规律的天空线和人的线，以及事业线和成功线模式。这样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两者的状态都是完美的。像他们这样的人被公平公正地评价，像他们这样的人非常可靠，是个好搭档。然而，这种模式仍有一些缺陷。情绪线较低，接近智慧线，正方形会显得狭窄。心胸狭窄的人会有情绪上的压抑，气量变小，容易与伴侣吵架，失恋的机会会增加。第三，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三、拇指、无名指上有痘。痘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痘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痘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痘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四、小拇指上有指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指纹。小拇指有1到2条指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指纹超过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五、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的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五、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六、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朝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
8. 拇指上存在痘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9.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俗语是民间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更是民间人们广为流传的智慧。俗语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含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老祖宗经常说宁叫嘴受穷，不叫病缠身，比如说老不泄残精，少不识壮火，再比如说不怕青龙高万丈，就怕白虎抬头望等等，这些都是民间老祖宗总结的智慧。还有一句便是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那么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民间的俗语都是老祖宗在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往往有着简单朴素、通俗易懂的特点。所以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意思就是如果掌中有悬鱼纹，那么此人必然是龙虎榜上留名的人。所谓龙虎榜，就是指古代的科举考试上榜的人员。龙虎榜一词出自《新唐书》，当时韩愈等名人都在同一批科举榜单上，后人便称那一届的榜单是龙虎榜。再后来，民间的老祖宗便用龙虎榜来代指那些科举登科的人。而在这句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俗语中，龙虎榜其实指的非常广泛，还有富贵荣华的寓意在其中。那么悬鱼纹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老祖宗会说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呢？所谓悬鱼秀，其实只是一种比喻。老祖宗将手中的纹路比喻成是绣在手掌上的，而悬鱼纹就是一种在手中像倒挂着的鱼一样的纹路。老祖宗认为这样的纹路可以预示着这个人不仅可以在考试中名列前茅，甚至福禄财一样都不会缺。但其实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相信这样的说法了。虽然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但是在我们的风俗文化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老祖宗有这种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说法，其根源是与老祖宗古代的传统文化相关。古代的命运观十分盛行，老祖宗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在原始社会，甚至是到了黄巢时代，人们的生产力依旧不是很发达，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出现了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了尊卑贵贱，开始出现了寿长命短。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只能将其片面的归结于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为了探寻不同之间的不同命，便产生了从一个人的形体相貌、情态举止等方面来探寻人们的命运。而这句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俗语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我们经常说二大有福气，比如说民间有俗语称一箩穷、二箩富、三箩四箩开当铺等等。甚至民间还认为头顶上的发旋可以预示一个人的性格、智慧以及未来的财富。比如有些地方就有一炫好、二炫愣、三炫打架不要命，或者一炫好、两炫坏、三炫脾气怪等等。但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老祖宗片面的经验总结。第二，俗语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三纹指什么？老祖宗的识人术。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人们通常都会以博大精深来形容。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理、老庄之思想、诸子之经典、儒释道的文化内涵，以及浩瀚如烟的博大精深的经史典籍等等。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也并不仅限于这些浩瀚如烟海的经史典籍，而是老祖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老祖宗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逻辑。而这些东西除了在典籍中有记载之外，还可以通过民间的风俗传统来表现。就比如说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这句俗语，其实就是老祖宗对世界认知的体现。俗语是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间生活的一种，老祖宗将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将老祖宗的文化智慧，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也都与俗语融合，总结成一句句脍炙人口的俗语，流传于后世。这些俗语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很多俗语便是源自于老祖宗所总结出来的识人术。
而这句掌心有三文，横财跳进门的俗语，便是老祖宗对识人术的总结。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句掌心有三文，横财跳进门的俗语中所提到的三文。所谓三文，指的便是掌心中的圆形纹、米字纹和井字纹。老祖宗认为，手中如果有这三种纹，就预示着会有横财和偏财入门。当然，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为当下的人们所认可。人们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甚至还有点迷信。但是就是这样完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手纹和财运，却被老祖宗所接纳，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很好解释。这句掌心有三文，横财跳进门俗语出现的原因，其实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其一便是老祖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民间常说人有五福：福禄寿喜财，而财作为民间人们生活的基础保障，更是老祖宗们乃至当代人最渴望的一种朴素的愿望。所以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便是表达出了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渴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所以民间才会有这样的俗语流传。其二，贫贱富贵在当今的人们看来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得到的，但是在古代那种社会环境下却并不完全是如此，所以人们才会渴望寻找到一种方式可以探寻到所谓的命运。于是民间便出现了从手中的纹路，从一个人的长相，甚至从一个人的身材、行为、出生时辰等等来判断一个的受邀祸福、贫富贵贱等等。而这句俗语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会诞生的。民间其实除了掌心有三文、横财跳进门这样的俗语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俗语，比如说男看鼻子女看嘴，一生富贵少是非，眉上一根长，能抵万担粮等等。这些俗语都是老祖宗的经验总结，虽然不见得完全正确，但却是老祖宗的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生活观。而且这样的识人术经验往往也是融合了很多文化内容才被老祖宗所总结归纳出来的。第三，名叫龙吞虎，不让虎吞龙是啥意思？你的手掌是哪种？龙虎指啥？在我们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识人术便是其中的一种。老祖宗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神、笑容、言谈举止，甚至是他的长相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甚至是他们的福祸贵贱。古往今来，老祖宗们在识人之路上进行了诸多尝试，有从人们的长相来看的，有从人们的骨头来看的，有从人们的出生年月来看的，还有从手来看的。民间的老祖宗也将这样民间的经验智慧总结成了一句句俗语，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名叫龙吞虎，不让虎吞龙。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龙虎分别指的又是什么呢？这句名叫龙吞虎，不让虎吞龙中的龙指的手指，而这句俗语中的虎则指的是手掌。这句话的意思自然就是宁愿让自己的手指长一点，如果是长于手掌，就是所谓的龙吞虎，那就是比较好的预兆。而如果是手指比较短，甚至比手掌还要短，那么会是虎吞龙，这样的手自然是比不上手指长于手掌的人了。其实这样的俗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代人看来，这句话说的不太客观，没有任何一组可靠的数据表明手指长的人就要比手指短的人过得好。那么老祖宗又为什么会得出宁叫龙吞虎，不让虎吞龙这样的结论呢？在老祖宗的眼中，长的手指一般都是比较符合人们审美的，而且手指长的人在民间老祖宗固有的印象中是聪明富贵的标志，而五指较短则恰恰与之相反，是比较潦倒的一种预兆。同时对于手掌来说，也是长厚的手掌比较好，老祖宗认为手掌长而厚才会有不错的富贵降临，而如果是短而薄，则不是什么好兆头。好了，来讲讲4种越老越有钱的手相，儿富女贵，老年必定发达。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痘。拇指无名指有痘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明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的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第二，男子面相看五官，女子面相看流年。啥是流年？有道理吗？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对面相学说十分看重。在古人的观念中认为，若是能够对他人的面相有着较为详尽的了解，亦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性格特征。正因如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相学说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而一句关于面相学说的俗语“男子面相看五官，女子面相看流年”，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那么，这句时人俗语是否有着科学依据？所谓的男看五官，女看流年又指何种意思呢？封建背景下，算命师傅曾是很多人所尊重的对象，通过他们的帮助，人们得以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发展走向有所了解。无论在民间或是皇宫内，都会有着一些算命之人的存在。在诸多算命术士群体中，会看面相之人更是能够得到他人的敬重。在现代人看来，面相学说带有着一定的封建腐朽色彩，但时至今日，面相学说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诸多与面相学说有关的俗语更是得到人们的关注。曾经，一句男子面相看五官，女子面相看流年，便是许多人所相信的对象。首先，提到男子面相看五官这句俗语，很多人都会对其中的五官非常好奇。其实，这句俗语中所指的五官便是额头、眉毛、眼睛、嘴和耳朵。古人认为，若是男子额头饱满，便有着较高的智商，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有着相对较好的运气。正因如此，额头饱满的男子普遍会成为人们敬重的对象。此外，在古人看来，男子的眉毛最好浓密有型。若是男子眉毛稀疏，则意味着其为人处事过程中会有着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若是与其进行交往，也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负面影响。在封建背景下，古人认为眼睛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心理状态。若是男子眼神较为干净清澈，则意味着他们心思单纯且能力较强。基于这一原因，眼神清澈干净的男子大多能够得到旁人的称赞。在分析男子五官的过程中，若是男子的嘴巴较大，则意味着他的社交能力相对较强。在为人处事时，他们普遍会有着较多的朋友相助，这也会使其人生之路顺遂无阻。除以上内容外，五官中的耳朵虽常常被人忽视，但同样是面相学说中的重要内容。古代面相学说中认为，耳朵的高度应与眉毛差不多高，否则便是无福之人。除此之外，耳垂大的男子也会有着较好的福气。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女子面相看流年所指的内容，便是女子的面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走向。在面相学说中，会将女子的面部分为3个部分，分别以眉毛和鼻子下端为界限。在眉毛到发际线这一部分中，所预示的便是女子的早年生活；在眉毛与鼻子下端这部分中，则指着女子的中年生活，鼻子以下的部分则代指女子的晚年生活。若是女子有着较为方正饱满的额头以及圆润的下巴，则意味着她将一生顺遂无忧。在面相学说中认为，饱满的额头代表着女子拥有较好的出身，基于优质原生家庭的帮助，这些女子能够过上较为幸福安稳的童年生活。此外，面相学说中认为，若是女子的下巴较为圆润饱满，便代表她晚年无忧，不会过上孤苦凄凉的晚年生活。除对额头和下巴的研究外，面相学说中表示，若是女子的面中部气色较为红润，便意味着她能够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可以看出，封建背景下的面相学说中认为，女子的人生幸福程度完全与富家及夫家挂钩，并无自主选择人生发展走向的机会。现如今，
很多人都能认识到努力拼搏对于构建幸福人生的重要意义。正因如此，人们对于面相学说大多不再看重，毕竟人生的发展方向应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应寄托于所谓的面相之上。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转变上便能够感受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封建腐朽的观念早已遭到世人摒弃。毕竟此类封建腐朽思想的存在，非但不会帮助人们的生活获得更好的发展，反而会导致社会进步之路受到阻碍。相信在现代化观念的指引之下，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国之发展道路也会变得越发光明。第三，明教龙吞虎，不让虎吞龙是啥意思？你的手掌是哪种？龙虎指啥？在我们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识人术便是其中的一种。老祖宗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神、笑容、言谈举止，甚至是他的长相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甚至是他们的福祸贵贱。古往今来，老祖宗们在识人之路上进行了诸多尝试，有从人们的长相来看的，有从人们的骨头来看的，有从人们的出生年月来看的，还有从手来看的。民间的老祖宗也将这样民间的经验智慧总结成了一句俗语，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明教龙吞虎，不让虎吞龙。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龙虎分别指的又是什么呢？这句宁教龙吞虎，不让虎吞龙中的龙指的手指，而这句俗语中的虎则指的是手掌。这句话的意思自然就是宁愿让自己的手指长一点，如果是长于手掌，就是所谓的龙吞虎，那就是比较好的预兆。而如果是手指比较短，甚至比手掌还要短，那么会是虎吞龙，这样的手自然是比不上手指长于手掌的人了。其实这样的俗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代人看来，这句话说的不太客观，没有任何一组可靠的数据表明手指长的人就要比手指短的人过得好。那么老祖宗又为什么会得出宁教龙吞虎，不让虎吞龙这样的结论呢？在老祖宗的眼中，长的手指一般都是比较符合人们审美的，而且手指长的人在民间老祖宗固有的印象中是聪明富贵的标志，而五指较短则恰恰与之相反，是比较潦倒的一种预兆。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